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轮好，大家好。好，最后是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轮好，大家好。好，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最近跟中国大陆真的把人家惹翻了哦。那人家当然也不是吃素，也不是塑胶，好，所以当然也有很多的反击。高市早苗招架得住吗？好，我们看到有一个快讯高市现在说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想法并未改变。好，但是这话说的当然很多人觉得也没有办法平息中方的怒火。好，所以我们也看到北京有连7问，好，逼日本来进行表态。好，这是人民日报所说这7个问题日方必须要说清楚。好，第一问就是日方领导人再提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究竟是何居心？好，第二问则是日方公然挑战这个历史正义，是否企图颠覆战后的国际秩序？好，第三问则是日方妄图介入台海事务的言论，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何种信号？第四问是日方是否企图挑战中方的核心利益，阻扰中国的统一大业？第五问是日方领导人究竟想把中日的关系引向何方？那六问是日方还会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吗？最后一问是日方是否要重蹈君主主义的覆辙？好，7个问题都非常强硬，而且确实都打中了要害好，那当然日方对这部分还没有做回应，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日本有在争取高市早苗跟李强在 G20 要见面。好，但是很不幸这中方怎么会跟你见面呢？好，我们看到了中方怎么讲，我们看听毛宁怎么说。中日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 G20 期间进行接触？谢谢。李强总理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请日方自重。好，最后一句最重。好，日方自重。好，不排除再有经济的胁迫吗？中国商务部这边警告日本他说日方如果不撤回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他会坚决的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不排除就会祭出进一步的经济报复手段。这后果日方全部承担。好，当然他们认为日方就是一面赚钱一面伤人，所以他说不可以这样所以现在整个战火完全没有止息因为中方就在看高市早苗什么时候要收回他自己的言论。好，那当然也看到中日现在紧迫，所以也连带影响到蛮多的部分。我觉得日本的居民或是日本的观光业现在最痛了好，有超过54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都被取消了。好，那过去中国游客通过了消费支持日本旅游业而繁荣，那如今因为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氛围也不再友好，甚至是敌对，所以日本这边当然没有理由继续享受中国游客的消费红利。那看到嘛，高市早苗的搞事只会把日本搞乱，那日本的旅游业这场寒冬注定难挨。好，因为现在正好是冬天所以也变成是日本旅游业的寒冬，那就酝酿的是退订寒潮啊。日本旅游现在惨兮兮。那高市早苗的情况发威吗？因为有网友就晒出了池袋的街头照，好，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好，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因为大陆客源非常喜欢在这里，它就像东京的闹区嘛，这个池袋。好，如今竟在下午呈现了街头空荡一片的罕见景象。那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真的引发不少的讨论大家就说哇，真的不可思议耶，竟然真的是日本人非常的中国人在日本非常的少。好，那日本在中国的相关活动被取消延期那日经说截至到昨天已经达到20项。好，那也是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言论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似乎开始回避跟日资企业等接触。那所以截至到昨天，日本在中国被延期或取消的活动有大约是
20项。好，那这个失言整个炸锅嘛，所以到底是不是高市早苗有可能下台呢？我们先看美国驻日本大使葛拉斯哦，他是力挺日本的啦吼。好，他说这个诉诸威压性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来说似乎是一种难以戒除的恶习。他说上一次中国不当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时我们美国也是支持日本，所以他说这次也是一样。好，但是呢，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倒是不这么想，他是引用了《论语》来呼吁高市早苗我们看到他怎么讲，他说一位领导人因为发表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论导致中日之间的关系几乎是陷入了最坏的局面，所以造成了国家利益的损失。他说，正如《论语》所说，过则勿善改。那孔子也曾指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那现在应当急切的改正这一个错误，所以不断的在呼喊高市早苗必须要收回一些自己说错的话。好，那日本学者则是说，这个高市的言论不仅是欠妥的，那日本首相同时也是自卫队的最高领袖，那以这种身份对极为敏感的问题做出如此轻率的发言，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次的发言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好，所以呢，在中国大陆一些媒体上面就看到我们香港01他对于对于高市早苗他是拿他跟安倍连结啦，但是他下的标语蛮特别，说未成年的安倍女孩说玩不转的麻生木偶。好，他说人们有理由相信高市的涉台言论是他真实的想法，他能够如此光明正大讲出来，也说明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那本人不具驾驭国家领导人职位的素养，收不收回涉台言论其实都是麻烦。那这件事情已经是他的败笔跟污点，所以他是预估说这高市早苗的下台已经是倒数计时。好，但是还是要看日本这边政界怎么看，因为他在内部的民调是蛮高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高市有最新的说法，不过北京这边当然也不会满意。我们先问亮哥。高市当然他本人不愿意下台啦，他现在民调是69%可是针对这个议题的民调，赞成的是48.4%，反对的是44.8%，也蛮接近的，差不多那可是这个议题，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不在乎了，所以他的民调还是年轻人都超过80%那高市最近也在做一些动作啦，在缓颊啦包括他今天的记者会，他今天在官邸接受访问啦，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有跟习近平见面嘛，那双方确立的战略互惠关系完全没有改变，就讲这种废话这样然后第二个又说了，他说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啦，那哪些情况适用，要根据个别状况再来做综合判断。问题是你11月7号就不是这样讲的嘛？对呀，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底线讲出来，所以使得本来是一个战略模糊的议题，他把它搞到战略清晰了啦。就是台湾如果有台海战争，那日本要介入，而且是日本是单独决策出兵。以前日本人在讲都会说，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我们会配合。结果他把美国介入这个给他删掉了，所以其实美国也不太高兴因为你今天那个美国那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出来帮高市讲话了，可是那个都没有用啊。你有没有发现国务卿卢比欧都没讲话？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更怪的，白宫记者会怎么都没有人问这一题啊？不能问，就是戳掉了，就叫大家不要问嘛。所以就白宫也不愿意表态我觉得美国是有点火大啦，就说，要不要介入是我们美国定义的怎么是你日本在定义呢？那这个不是尾巴咬狗？我觉得美国就是这一点不高兴那日本的自民党的这些比较元老级的啦，就觉得你把战略模糊说到这么战略清晰，找不到下台阶嘛，所以呢，他就倚仗他的民调高啦。那就叫他的助理出来讲一些有的没的啦，说哎呀，我帮他准备3小时
没有写好啦，或者高市就放了一个新闻说高市下台之后感到自己是不是讲太多，说过头哦，就是之类的啦。可是这都没有用啦，因为中国大陆的底线非常清楚，就是11月7号你在国会的立场你要撤回了，他现在就不愿意，因为我跟你讲啊，他如果撤回啊，维新会可能会撤出联合内阁，那就倒戈了嘛，那不就是下台？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日本政界到底在思考什么？我认为是在思考一个，在搓麻将哦，搓到一个比较好的下台方式啊，因为一定下台，可是讲了撤回下台，还是用什么方式下台？现在还在讨论。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一定会下台了，只是时间还有什么方式能拖多久？怎么走下这个台阶啦？现在在讨论这部分。好，文琪，我觉得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喜欢从后面看啊。我说你阿伟哈，因为这应该不是脏话啦。什么叫未成年的安倍女孩？她都几岁了？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因为现在对他来讲，确实只有一个重点，收不收回，其实真的都是麻烦。就刚刚亮哥有提到，不管是维新会或公民党，其实是持反对的意见。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曾经也预测过，他会不会变成是类英国前首相特斯拉？哇，也是搞事早泄。而他的言辞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困扰嘛。回过头来讲，你看到我们说高市推进这个什么想法并未改变，坦白讲，对中共而言，中国来讲就听其言观其行。那边公家贼，你11月7号讲什么，你自己又讲了些什么？其实对中共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至于我觉得，你看到北京的七连论。然后包含看到，你看我们有看到《论语》啊这些啊，日本的鸠山由纪夫，其实我觉得中共已经在跟他讲，是不是曹丕七步成诗？如果你没有搞定，我七步成诗，也许我就要你负责。所以今天看到了，不管是之前的，我们看到他亚洲司的司长手插口袋，其实黑东西挑缸的啦，就是没有你拍跨名，所以毛宁才会讲出你要自己要自重。所以你现在看到所有中国大陆做的所有的行为，我跟大家报告。全部都是刚刚好而已。我们来看2个数字啦，第一个数字，各位，我们看到昨天赖清德，哇，又说他吃什么凡利贝啊、北海道啦、什么丝鱼啊。对不起，简单的讲，如果真的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买870亿日元，约新台币174亿元的海产、水产，遑论台湾的农渔民，就是渔民的那个生存。第二个概念，各位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一个数字。陆客呢，在这一周啊，取消了赴日的机票49万张，然后日本的损失可能超过2兆日元，导致 GDP 下降0.36。你说日本人紧不紧张？当然紧张，因为这是吃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家伙，所以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回过头来，我们看为什么你说池袋的部分。会非常的，大家会非常的傻眼，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看到了美国驻日大使讲了一大堆，其实刚才亮哥讲，奇怪，美国最近都静悄悄，有啦。我今天早上在搜寻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皮在痒啊，他叫皮哥特，是我们美国的白宫的副发言人，这很重要。副发言人，因为他在设防火墙，谁扮黑白脸？各位，可是副发言人讲的话，我随便都可以推翻。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真正的老大主子川普讲什么。各位来看一下，川普被这一题问的时候，川普说啊，尤其美日安保条约啦，川普被逼问的时候，他讲有些盟国在贸易上对美国的利用，甚至超过中国，许多的盟国也称不上朋友。各位，他的老大是这样子的讲法。所以我就说，你副发言人讲些什么，对于中共来讲没关系。你今天如果日本敢这样干的话，我们就接下来看后续经济的制裁，后续的一定会一系列的出炉，对他们来讲是一套的一个组合拳。所以我觉得日本这次的高市早苗，还是回到刚刚讲，不管他收不收回，对他都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战略失误。可是回过头讲，我们曾经也讲过，不管是之前的岸田文雄对他的评价是不是塔利班高市，还有他是不是所谓的对于站在非忏悔的立场，一直希望能够复兴他们自己日本的那种传统的军国主义。我觉得对于高市早苗啦，或许这一次对他是一个严重的警讯。对于他如果还要持续的在日本的政坛上发展，或许这一次是给他一个教训。但是
我也认为他的这个所谓的下台，就是已经可以预期得到，因为他没法度收山啊。好，我们接下来问崇汉教授。这一次这一件案子我觉得高市他们是有准备。这一题在这个众议院他们在那个询答的时候，高市已经拿到这个题目了。那提问的是这个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冈田克也是谁啊？他是鸠山由纪夫那时候外务大臣，2009年的时候，他非常知道这所谓日本该采取的，不管是对于周边有事地区，或者我们讲这个立即维存之事，必须要有的说法。他特别挑出来要让谁？高市来讲，因为我们知道高市这个是大鹰派，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上次打赢石破茂还说，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日本的右派我们一直在崛起，所以大家才支持石破嘛。高市他讲什么？他认为在选举前他讲了大东亚战争，他不认为是战争，也不认为它是侵略，他觉得日本发动以前的大东亚战争呢是自存自卫，这个是十足鹰派右翼的看法。他也重视呢。日本要变得富强，要重拾日本在世界中绽放的地位，并且呢，他说他只要当选之后呢，要重启岸田2022年的安保3文件。简单来讲，包括要把国防 GDP 调升到2%啊。所以他的所有东西，其实我们看一个领导人讲话他不会乱讲，他讲出来的话是他心中想的啊。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非常右翼的东西，非常想要，就算他想掩盖都无法掩盖得出来。我们知道今年在这个釜山中日峰会的时候，高市曾跟这个习近平承诺说，我们支持1972年中日的这个条约，有关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之类，等等，对不对？我觉得那是场面话，他心中的想法一直是非常右翼的想法。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片康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高市他想要讲，又讲过头了，所以他也承认我好像讲过头。问题是东西讲出去。就无法拉回了就是刚才我们讲了覆水难收嘛。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用在东亚地区的神主牌。坦白讲，当美国想要改变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他必须告诉东亚的盟友，你们都要准备好了，美国人才会这样做。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川普他都不再讲这个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他根本是战略的模糊之后，没想到日本竟然有一个不受控的自己往前冲啊！那就代表了什么？代表第一个，高市他可能搞不清楚整体的状况，他认为他刚上任要维持他高的能量我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他的这个支持率10月的时候他的支持率总体来讲6.4%到7.5%的高水位，川普拜访之后，他曾经一度冲到8%，我觉得让他有一点点的冲昏了头。他在蜜月期，他认为他有8%的支持率，他可以讲他想要讲的事情。他可以大声的放胆讲出他心中右翼的想法，但是别忘了，这些8%的支持率可能是第一个大家对于女性执政者的期待。对不起，我还是要 DEI 但是日本人对于一个女性的领导者，他们会有一个期待。第二个，他们对于右翼更强硬日本的期待，这才会让他冲出所谓8%的支持率。可是未来他面对这个所谓的经贸上的压力，中国来的经贸制裁，日本的经贸萎缩的时候，我觉得高市要面对他怎么样，要180度发夹弯。对，所以这个招架得住吗？恐怕这结果已经有了结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高市的言论要付出什么样子的后果呢？我们看到中方他们现在呢对于一个地方是非常的锁定，也就是琉球。好，南海舰队这边有说话了。好，我们来看中国反击将目光现在锁定在琉球的问题上面。好，同时呢，南部舰队发布影片也释放了信号，说准备随时要战斗。好，中方不仅是在外交上面发出警告所以我们发现他在军事上面也已经进入到最高的警戒状态。好，这是不是代表中日的这个情势是一触可及呢？是不是持续升高？好，担心嘛，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有战争的讯号？那我们也看到解放军这边发动了战歌。好，我们来听一下。不晓得精灵刺破寂寥的长空，战机的轰鸣卷起战斗的狂风，手枪地步步紧逼，不停乱跳，反复窜跳，火弹精灵空一击，完美弹道将它干掉。向前，向前，必须守好祖宗之海。向前，向前，心中响起鲜烈的呼海，西南领空有我捍卫祖国，山河不容侵犯。空中较量战
弹能穿过胸膛，却难以打破信仰。那是屹立在东方红星闪耀的光芒。好，这叫别太狂哦，这是南部战区所发布的影片哦。当然哦，这个用比较年轻的话语跟文字哦，但是战争的讯号是蛮明显的。好，这已经列为了他们的头条热搜第7名哦。那解放军的4个战区账号也相继的发布战歌。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南部战区哦，中部跟西部战区15号也有特别有打响头阵，准备这个战争备战的状态哦。那中部战区的口号说，枪已上膛，剑已出鞘，时刻准备打胜仗，说彰显了作为战略机动力量的高度警觉。好，那17号则是东部战区这边哦，有旋律悲壮，彰显决绝之心哦，发布的歌曲说若一去不回。好，大家有发现吗？南部、中部跟西部的战区，还有东部战区少了什么？北部战区，北部战区没有发战歌，所以网友就说：“北部战区是不是没时间录视频哦？说是不是直接战地现场直播了？哇，这感觉氛围哦，蛮明显的。但是哦，这个真的是好事吗？好，解放军哦，北部战区哦，战略方向说就是朝着朝鲜半岛、黄海跟日本海以及日本哦，所以大家才会有这个。”中国网友这样子的解读。好，那东部战区也重磅发布了说为登陆而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影片哦。这个是根据东部战区的介绍，有个战器系列之一叫05式2栖突击车哦，它具多方的优势，那包含了速度快，能够有效的降低登陆舰艇遭敌方的火力打击几率哦。好，那东部战区的战绩哦，大家也比较关注，主要就是因为哦，这是被视为比较跟我们有关的战区。好，那当然也看到俄罗斯这边的表态哦，就是外交部发言人他说，有一些国家一边高调的坚持一中原则，一边又厚颜无耻，不断的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那他当然讲就是日本啊，日本当前举动已经明确的表明，该国走上了加速军事化的道路。好，如果东京哦不愿意重蹈1945年的覆辙，也就是2战结束的那一年，好，就应该汲取历史教训，遵守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好，那这个俄罗斯的表态呢，其实也是登上了百度热搜的第1哦，那就是痛批高市早苗。好，那日本智库呢非常担心哦，这东北亚的区域紧张，因为2大阵营的对抗哦，哪2大呢？中国、俄罗斯跟北韩，以及美国、日本跟南韩。好，那这个就会变成非常的岌岌可危哦，担心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就这样一触即发哦，千万不要哦。好，那当然高市现在是不是也拉美来抗中俄呢？高市早苗发言哦，引发了地方紧张的局势。好，现在哦是快速的升级准军事的威吓，虽然目前只有射入北京跟东京，但是台北跟华府哦恐怕会被卷入成为地区性的冲突。好，那加贺的准航舰成型了，我们看到美国的陆战队有4架的 F-35B 加1个鱼鹰运用起降哦，那当然这也是鱼鹰这个运输机首次降落在大型的舰艇上面。那资讯战也正式纳入前线哦，美军揭露了首支资讯优势分遣队哦，就专责对抗印太的恶意影响。那还有北大西洋快速的军事化，美国在关岛周边加强军演。那美国科研船测水下的战场那当然这是在第2岛链的部分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军事的行动。那高市现在也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吗？这是很多人在讨论的议题说他的想法是不是真的就只是不小心做出了他想要做的事情啊？日本的核爆受害者团体其实蛮反对的说他不是想要修改无核3原则吗？哇，强烈的抗议好，这个发表了声明说这会颠覆迄今为止的政府见解，那也强烈抗议开启修改3原则的讨论。那还有说军国主义复辟才是日本真正的存亡危机事态。那高市为首的这个日本右翼将介入台海，渲染为所谓的保卫自由世界跟守护印太秩序但他认为本质就是有这种军事行动伪装成防御性的存亡之战会把整个东亚推向了战争的边缘。好，很多人想的其实都差不多啦，但是现在高市并没有特别讲到要收回，所以中国当然在外交跟军事上面的行动是一并的喷发。我们先问亮哥。
不，因为日本现在事实上越来越多人在评估高市早苗适不适合当首相。因为这种事情就是高度敏感、高度战略性的啊。其实一般人当首相不会犯这种错误啦。我讲的是说11月7号他对台湾有事的一个说法，然后说完了，已经轩然大波了。他竟然又提非核三原则，他要修改。你这不是连续2个核爆吗？而且非核三原则反对的力量更大。你看那个连韩国都反对，所以变成是中俄那个韩国跟朝鲜4个国家都跳出来，就是因为非核三原则。所以你本来是惹到中国而已啊，你现在惹到4个国家，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难道你以为美国就干脆都下来挺你好了？那个弄得更严重，然后中国跟你就发生一定的冲突了，那美国就会被你扯下水，然后来帮你做协调。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想啦。他尤其是希望能够有军事状况，所以你不要以为看到这种军区的造势啊，高市早苗是忧虑的，你错了。他开心哦，开心的要命啊！因为只有军事状况，美国才必须回答安保的问题，其他经贸反制那跟美国没有关系。即便你召回大使，那也只是中日的问题啦。可是只要是军事，高市的机会就来了。我觉得他就在赌这一点。所以你看今天美国的国务院其实有做一个发言哦，他就是希望台海能够和平稳定，加了一句话，包括钓鱼岛。美国为什么会讲这个话？讲给日本听的。No， 他们预期钓鱼岛会有军事状况。因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去针对日本4岛去进入人家的领海嘛，不可能啊。所以最可能发生的就是钓鱼岛。那钓鱼岛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啊，那中国大陆就觉得，我就借这个机会，至少把它围起来了，搞不好还登陆，搞不好就收回。我看你日本怎么办？我认为美国已经预判到了。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他就在等这个啦。你说高市早苗为什么不撤回？因为目的还没有到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扯下水了。那言论撤回，他就倒了，因为维新会一定撤出内阁，他就倒了，所以他就在等北京的军事动作。哇，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高市早苗的算计非常的精深哦。不是他啦，极右翼啦。OK， 极右翼就是这样想。好，那当然这样子，我们也不是很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文琦哥，简单的讲，我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把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伪装成防御性的存亡之战。所以我曾经讲过，不管高市早苗是刻意、有意、无意，基本上他确实是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嘛。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他，在讲这一题之前，所谓的无核三原则，其实日本人真的不要想的太多。他们觉得说，他们虽然想要突破所谓美国的框架啊、PKO 法案等等，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哦，其实中国大部分的网友这次的表现也非常奇怪。除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抵制啊、经济，其实很多人是抱持着什么？我跟伊伦讲，他们其实想借着这件事情，不管是钓鱼岛或钓鱼台，他们要一次的算总账。把过往所有的这个就是抗日的这8年的10年的这笔账给讨回来。所以你看到了今天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的沉稳，全部的组合拳，你看它是依序的一个展开，包含我来讲，你来看说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说他这些所谓的什么恫吓啦，这些所谓中国大陆最近的这些举动，我坦白跟大家讲，如果各位去研究中国大陆的战史，常常他们讲说勿谓之言之不预，其实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打仗开始，他会制造很多的歌啊、文宣攻势啊、武力的宣示啊，其实这个动作，其实他在告诉所谓的日本人，你千万不要搞不清楚状况。尤其我觉得琉球，因为当时候美国只是把所谓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所以日本人基本上会非常的紧张，尤其。最近日本我看到了一则外电的报道，他们还在展现11月18号说，哇，他们的电磁炮多厉害。坦白讲，你如果跟中国大陆现在的军事科技，
还有所谓的炮管的可能会烧蚀的问题，日本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可是我觉得啦，俄罗斯包含我们刚才提到，俄罗斯因为之前的日俄战争，还有现在的北方折桌持武的那是北方四岛的争议，乃至于所谓的朝鲜，还有中国大陆，乃至于东南亚的这些，我必须讲，其实对于这些传统东亚的民族来讲，他们非常紧张。所以今天俄罗斯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外交发言人讲的这些，我觉得日本人你看他没有讲啊。没有一个屁都没讲啊，厚颜无耻这用在国际的这种外交的言辞上面，你知道那是多么的严重，可能比手插在口袋里都还严重。可是我觉得他们误判的一件事情，譬如说包含他们说会不会日本的智库担心中俄朝会不会联手，然后所谓跟美日韩，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韩国偷偷的说起来，他们说因为跟独岛跟日本的独岛有些争议，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风波，他们完全的都没有讲什么。至于说最近所谓的中共大陆的科研团去套一句中共的说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还有另外一个说你到我家来，我就到你家去，这就是中共典型的做法。因为最后我讲说一个资讯战，为什么他们今天要弄？因为他们很难想象啊。所谓的印巴空战，一个3代半的歼17的战机，竟然打过法国的标风，所以美国所有动作，我坦白讲，我认为是心虚了。所以日本，我还是劝他好自为之。好，崇安教授，这一次这个高市讨论这个存立危机事态非常拗口。其实他这个是在2015年安倍新安保法里面的一个和平安全法则里面确立的。那其实很多人在讲，其实安倍任内在成立这个安倍新安保法的时候，慢慢逐渐从这个所谓防守型的国家一直往外扩张，变成一个具有改变这个和平宪法的一个我们讲 revisionist 改变现状的一个国家。那其实在这个安倍法案下面日本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他们成立了3个事态。第一个事态叫重要影响事态，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盟邦有危机的时候提供援助这是第1级的。那比较安全，比较 OK。那第2级叫做存立危机事态，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当与日本紧密的国家受到危机的时候，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可以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这个就是运用到这一次的台湾这个问题上面，那是非常严重。基本上我们讲高市把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来了，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那第3级就是武力攻击事态，简单来讲是日本本身受到攻击，当然他自卫队就可以反击。坦白讲，安倍新安保法这个带来那时候日本国内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上街头抗议。那时候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们还是通过了那坦白讲，我们在讨论这个日本在这个整个区域上是不是从我们传统讲的和平法案和平宪法一直往外扩张，我们可以从更早期的一些他们的修改他们的一些安全指针上面来可以看得出来。比方说美日安保条约里面他们会定期的修正他们的所谓安全指针。在1997年的时候呢，美日安保条约修正一个指针包括他们讲说周边有事地区如果发生任何的危机动荡的时候，日本是不是可以进行干预跟干涉？这个东西那时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周边有事地区他们把台湾也囊括进去。从97年开始，那个时候就造成中日关系非常的动荡。到2015年第2次防卫指针修正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面临2001年的反恐，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自卫队能出去展现这个对外的一个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在2015年又修订了第2次的所谓美日安保法的防卫指针。这些都让许多日本民众认为是不是右翼的声音跟军国主义的复辟，甚至让中国非常担心日本对于未来往所谓的军国主义发展，这都是可以看的一些端倪。再包括这次唯利纯人事态，我觉得日本的民意应该还是有一些反映到他们自己的国防上面。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用关税来治百病，但是有治到自己国家国内人民的病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开始关税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蛮不符合人性的政策。原因就是因为它会造成的是高物价、高通膨嘛。你现在看到民怨真的四起啊，所以川普赶快他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扩大巴西食品的关税减免哦，包含了牛肉、咖啡、番茄等巴西的农产品哦，说关税都减免，然后说要进一步放宽近期加征关税的排除范围。好，所以就是今天的川普打脸昨天的川普哦，就是这种感觉。好，那川普传延后开征晶片的关税哦，就是避免美中的贸易战升级啊。好，美国官员哦，则是认为近期可能不会实施川普承诺已久的进口半导体关税。那当然就显示嘛，这个晶片关税可能会延后来征收，那就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而且加重民怨。那甚至有知情人士说，白宫敦促国会议员否决一项可能会限制辉达向其他国家出售 AI 晶片的法案。好，那讲到晶片，大家就会想到就是稀土。好，因为现在这个中国10月对美国稀土磁铁出口3个月以来是首次有增长的。好，可见川习会看起来开了还是有用。好，美国10月对美国中国10月对美国出口的稀土磁铁是656吨，那同比增长4.5%，那也是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好，那当然，川普的关税战反让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吗？我们看到 BBC 的调查就发现说，拜登时期的中国跟台湾事务官员杜如松投书纽时，他说批评川普乱发动关税战，反倒让中国得以证明自己的实力，那足以让这个美国在全球抗衡的时候，那中国可以跟他平起平坐。好，所以川普想要用这个关税来伤人，恐怕自己是先受伤了。好，那川普又称说利用关税来帮助解决了印巴冲突，但是印度斯坦时报的媒体就报道说川普这个印巴双方本来要开战，然后动用核武器，但川普说他告诫这2个国家说你们可以尽量的互相较量，但我们会对2国分别征收350%的关税。那美国这边也将终止相继的贸易往来。结果就川普说双方就都打电话来给他说，我们不会开战。那印媒就吐槽说这种类似说法说了 N 百遍也就是不满川普这样的讲法。好，那当然说这讲了60几遍还说这个帮助解决了今年5月印巴2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那法新社也报道说，川普版的俄乌和平计划是要求乌克兰要割让东部的顿巴斯。那也有不止说卖这个 F-35战机跟 M1A2 的战车美国 MQ-9B 的中程僚机也有望要进军沙烏地所以沙烏地看来现在是美国另外一个军售的一个市场好，美国的通用原子高层透露，沙国正在考虑采购的是 MQ-9B 跟无人机130架，然后还有中程僚机200架，那合计规模是330架，不过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军机常常出现一些状况，尤其去年的军机重大事故较4年前激增了55%，那确实也是相当危机的问题。好，那中国会不会取代了美国的话语权呢？我们先看到过去 APEC 上面川普是没有参加，直接离开去这个万圣节趴。那在这个 G20 的峰会上面，他有没有去呢？当然没有。好，那李强呢也看到他结束了对赞比亚访问抵达了 G20 峰会。那 G20 峰会这个南非总统就讲说，美方的态度有改变是有意来进行参与但是以某种形式来参加。但是后来白宫又说，我们美方不会出席 G20 的正式会谈是派代表到场来确认美国要接棒成为明年的主办国，那会在这边结束的时候进行交接。好，那当然大家就会说嘛，中国就会取代美国的话语权那中国对美国进口的黄豆连2个月都挂零那巴西的黄豆占比又超过了70%，所以大家就说，其实中国大陆在黄豆上面还是有它的战略性的意义跟战略性的政策存在。那物价高也惹民怨刚刚有讲的嘛，它扩大了巴西食品的关税减免。好，我们还是发现这个川普很容易他口，只要跟他民怨上面有一点点声势高涨的时候，他就会丢起来。我们先问亮哥。对，因为4月2号对等关税之后，那物价终于要开始反应了啦。其实不只是巴西这些食品还有别的中南美洲的香蕉
也免税。那前天又宣布半导体可以免税，因为都导致涨价嘛，你想也知道嘛。所以我讲白了啦，12月如果最高法院真的判他那个违宪啊，那大概就谢谢收看了啦。因为他即便用贸易法、用关税法，也不能够用对等关税。对等关税是全面性的，关税法跟贸易法只能够针对个别品项，而且要经过调查。所以对等关税真的是谢谢收看了啊！只要最高法院真的通过违宪了，那下个月就知道了嘛，啊，那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啦，就是最高法院即便通过他违宪，他也会抱怨半天啦，说被一些庸人环绕啦，什么什么啊之类的。他个性其实跟赖清德完全一样，永不认输，永不认错啊，然后都只听自己，就是这样啊。那基本上啊，那个大豆的问题是这样，因为芬太尼你只有降一半的税嘛，所以中国大陆对大豆的税没有取消，所以美国的大豆现在还是比较贵啊，所以中国大陆就意思，最近下了一个订单，79.2万吨，已经是破纪录了，终于有订单了啊！可是美国是希望中国在11、122个月买1200万吨，那中国终于下第一个订单了啊，79.2万吨啊！我觉得到12月能够累积到500万吨，就阿弥陀佛了啦，因为你不可能买那么多啦，你还要调船期啊，没有那么容易啦，而且它的价格真的还是比较贵，因为还有关税啊，所以中国大陆当时说愿意买大豆，他有加一句话哦，他说按照市场条件采购，因为中国大陆一年买1.3亿吨嘛，如果你的大豆加关税还是比巴西跟阿根廷贵，那为什么要买它？为什么要买？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很快的做回应啊，把那个芬太尼另外那个10%也取消掉了，那这样就比较好说了。是，所以还要看接下来他会怎么样继续 tackle。崇涵教授，这个 tackle 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就是说他临阵退缩喊价高，一开始喊价高，然后他拿到他想要的，他就抽手。那这一次我们讲这个高关税是不是带来高通膨其实川普在选举第2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用关税用得很好啊。你看我第1任的时候，他就拿一个数据啊，他说，你看我们跟中国打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关税拉到17.5%，可是呢，一次性通膨大概就是 0.3% 而已。他说其实没有通膨，关税跟通膨没有关系的啊。他都是讲得非常的自豪，对。因为现在感觉好像不太对劲，所有东西我觉得通膨已经超过一个比例了。那他现在就开始用他的 tackle。那 tackle 现在我们看几个例子，比方说巴西，其实巴西这个案子我们一直认为它是政治性高于经济性，因为为什么？因为美国对巴西是顺差是赚巴西的钱啊，巴西在整个对等贸易上它是亏钱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巴西产什么？产咖啡啊，产了柳橙汁、产铁跟钢，它是卖这些东西给美国，美国拿很多，所以美国是赚他们钱的那你怎么会对这个巴西用这么高的关税？一开始50%。2024年美国对巴西大概有6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那这样子你课他们关税，其实后来发现你是因为川普的盟友，我们讲小巴西或者热带巴西，热带川普不是巴西版川普叫波索纳洛。那波索纳洛何许人也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非常有趣，他想学习川普怎样白宫事件，所以他在2023年选举失利的时候，他就号召他的民众在这个巴西利亚，就他们首都广场上面的最高法院抗议然后呢去国会抗议要推翻选举结果，后来呢被人家定罪，要把他关到里面，后来在今年9月被判了27年，然后他就说救我，然后川普说好，那我要声援他，所以他就把巴西说来，我们用对等关税，我就扣你50%，那其实明着讲是要关税，暗的是要帮助这个所谓 Bolsonaro。那 Bolsonaro 这个人到后来在最高法院的时候，连 Rubio 也说，巴西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叫 Moraes， 你怎么会这个专门找他的茬？连 Rubio 都进去帮忙讲话了，你就知道那时候美国干预巴西内政是非常严重的。
那让巴西人民很不满。当然我们说加拿大很不满，巴西现在也不满，就是你为了这个我们内政竟然来干预我们哈，川普来干预我们。问题是，当川普开始做这个事情，他发觉不对，这个通膨还是很高，所以他在今年9月在联合大会的时候，他就跟巴西现任总统鲁拉会谈，而且感觉要降温，感觉我又不挺我的 Bolsonaro 了然后现在又发现，他要把巴西的关税再砍掉，要尽量要从巴西进更多的牛肉，进更多的咖啡豆的时候，我们发觉川普感觉好像又是 Taco 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他喜欢使用 Taco 这个手段的人。对，他真的非常喜欢而且只要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他就直接超车好，文琦哥，简单讲就是美国川普，我觉得他就是底气不足啦。不过当然，唯一在这几则的国际新闻，我觉得唯一比较可信的就是说南非那一件事情，因为之前南非对以色列这纳坦雅胡有所谓的种族屠杀嘛，是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所以他不去参加，说他只是去交接这个下一个主办国的国家。我觉得唯一一个比较可信的是这个部分就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但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说你底气不足？你看到他讲的，虽然我觉得他常常 tackle，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看一下，他也许要吃一下回击啦，或吃一下我们赖清德的凡利贝，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说，可能类似《论语》，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发现他的国内的通膨，他面对的所谓的内忧外患，包含我们所谓的联邦的法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关税，还有自己国内最近输了4次的这个选举，其实他自己内心深处是非常的担忧的一个状况下，所以你看到他全部都是一个变色龙，所以只要对他的状态不太好，或者对选举不利，未来的期中选举，你看他就开始变。至于我们看到说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开始考虑要出售一些 AI 晶片的这个法案？我坦白讲啦，各位，他是个商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几则国际新闻是说，他们透过了第三地把高阶的晶片卖，包含黄仁勋的讲法，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啦，这是美国川普总统的一些伎俩啦，就是我不能够明说的一个秘密。再来，我们看一下，他今天讲的印度的这件事情，我坦白讲，我只要用印度外长之前讲的一句话，那时候你看美国很凶悍的，你们不能够买俄罗斯的石油，就印度的外长只讲了，我们买1个月。比不上你们西方集团买1个月那件事情，你看西方集团乃至于美国没有人敢讲反驳，你就知道这就是典型我所谓的讲的伪善。至于你说他是不是所有的法案挡了很久，他很努力，我坦白讲啦，除了他最近终于幡然悔悟，把那个银媒的案子终于愿意签署以外，我不认为川普真的是想要世界和平，他就只是一个所谓的商人。回过头来讲，你说他为什么会卖 F-35的战机跟什么所谓的这个？简单讲，各位只要想台湾的一个案例，当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所谓的空军战力升级的时候，我们想要买他们的美国的 F-16。美国那时候很摇摆不卖就不卖。可是当我们开始转向说我们要买幻象2500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美国人立刻就说我卖给你，我卖给你。美国人就是这种心态。我讲了，他卖给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武器以后，各位后续的后勤保养、装备的维修的费用，那才是真正惊人的地方。至于你说为什么所谓的这个飞机事故会发生很多？我不晓得议员有没有记不记得看过那个《彗星撞地球》那部电影，有没有？就瞧一瞧，全部 made in China， 所以你就今天看到美国基本上的国力在往下降价的是东升西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只